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锦绣芳华定妆照在全网火了，肖战的评价如今有人信了。杨紫主演的《锦绣芳华》又一次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，把国色芳华的视觉呈现和文化内涵延续得更细致、更到位啦。她那种炫酷的让人瞠目结舌的造型真是太猛了。剧中杨紫足有87套唐风造型，从普通的衣裙到金光闪闪的长袍，再加上色彩缤纷的花饰和红彤彤的脸蛋儿，她被网民夸得像是从画里蹦出来的小姐姐。肖战与杨紫曾合作过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，他对杨紫瞎评了不少，那2个字真的让人记到心坎里，专业的跟个老医生似的。这家伙简直是个演技牛逼的老艺术家。就说吧，在他们俩一起演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杨紫在带着大家节拍跑，她总是从角色的视角出发，看待整个戏码的进展。这帮评价可能更能说明杨紫为啥能把妆和角色弄得那么嗨皮。她对待所有演出真心实意，拼劲十足，像是在比赛谁能更拼一样。于是《锦绣芳华》里展现了这么精美又符合角色的装扮，简直就像是从画里蹦出来的一样。她简直让人看得出来，她对这个角色下了多大的功夫。这不让肖战之前对他说的那些话都更有道理了吗？这下大家都更加相信杨紫演戏这事儿真的是认真的不行，简直是拼命三郎。尊重角色，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入围的优秀女性创作者们，大家在各自的作品中都绽放出了独特光芒，熠熠生辉，而我只是其中最幸运的那一个。我们选择站在这个领奖台上，并非因为年轻貌美，也不是因为将事业与家庭平衡得多么完美，更不是身着新一季的漂亮服饰。真正让我们站在这里的，是我们拥有创作的能力，是我们有能力打造一部优秀作品，塑造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。宋佳拿到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时，站在舞台上喋喋不休，跟大家唠叨获奖感想。杨紫坐那儿已经说过了，这趟来就是为了偷师学艺的。有不少人在网上调侃她陪着白玉兰跑圈儿，这可不能掩饰她在娱乐圈里拼命三郎的努力和一堆闪亮成绩啊！再说了，这些调侃更是摆明了，她这一路走来，就像是在比赛场上拼命练习，跌跌撞撞却越来越牛。小姑娘在《家有儿女》里扮演的那个机灵古怪的夏雪，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啊！观众们都对这位萌萌的小妞印象深刻。后来，她在演艺圈里像个小水滴，一路摸索着往前冲，却碰上了从小明星变身的压力山大。尤其是在青春期前后，形象这事儿真是被大家忽略得像旧鞋子似的。搞得外头的人对他的长相和演技都开始七嘴八舌。不过他的脚步像风一样，一直没停过。为了不让自己的演技像摊煎饼一样单调，他挑了各种戏本，硬是要给自己来一场全能大赛。在《战长沙》里，他演的胡香香从一个活蹦乱跳的姑娘，经历了大战的摧残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刚强勇敢的女汉子。为了把这个角色演得滴水不漏，杨紫可真是钻进剧本里，生根发芽了。她翻了不少跟打仗那会儿有关的资料，只为去感受贴近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。在拍戏的时候，她就像喝了迷魂汤，脑子里全是角色的事儿。不管是亲戚走了的伤心，还是在逆境中拼命求活的拼劲，她都演得特别到位，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一出戏。他的演出真是让人心里扎个小洞，感动得直掉泪。认真看过剧的观众肯定会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那个世界里，就像跟着胡香香一起熬过了那段苦日子一样。
最早发现杨紫演技牛逼和能变的，正是剧组的小伙伴们。要不咋的，后来才有了《欢乐颂》，还有现在还在折腾的生命树呢。扯远了，咱回到正题吧。战长沙很好，不过后来杨紫的事业还是没啥大变化。直到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这部剧一上线，她才真的是从小孩变成了演技派的大姐大。在《香蜜》这部剧里，她扮演了个叫锦觅的角色。早些时候，她就是个啥都不懂、傻乐傻乐的花神女儿。后来，她遭遇了情感的背刺，身世的八卦曝光，一连串的波折让她整个人都大变样了。要想搞懂角色心里的小九九和性格的脾气，杨紫就得把每场戏、每句台词都琢磨得透透的。为了这个，他跟导演和编剧唠叨了好几遍。好在他的表情细腻的能雕刻一座小木屋，动作活像在打太极，台词更是让人听了心里乐开了花。锦觅那股傻傻的单纯、好心肠，还有被伤得体无完肤后的痛苦和绝望，简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在这出戏里捣鼓出来不少经典瞬间。特别是锦觅听说自己亲手把小心肝搞没的时候，那种哭得像发了狂，眼神绝望的像要把天都掀翻的表演，真是让一帮观众心里一阵五味杂陈。结果这剧就这么火了，成了个绝对的经典。杨紫的表演那都让大伙竖起大拇指，人人都夸得飞起。自从香蜜之后，又过1年，这个夏天又没变样。她在《亲爱的热爱的》里成功演出了一个既呆萌又机灵的小可爱童年。她对每件作品都投入的像上了发条，胡香香是这样，锦觅也是，而童年更是拼了命。为了把童年这个聪明小姑娘演得淋漓尽致，杨紫特意去钻研了一下电竞这一行当。她专心研究那些内容，好让自己更能理解童年对游戏的热情。她在戏里演的真是水到渠成，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。童年第一次看到韩商言，就像猫见到了鱼，脸红的跟煮熟的虾似的。童年的爱情路上真是披荆斩棘，又酸又甜，时不时还得应对一下小插曲呢。她演的真是活灵活现，跟电视剧一样。她把观众们带回到了那种甜甜蜜蜜的恋爱状态，让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恋爱的滋味。剧一开播，那叫一个炸，整的网络都沸腾了。杨紫因为这部剧火得不要不要的，粉丝多得跟星星似的。保持专业，杨紫对演戏的尊重和专业水平，不仅在她的作品里闪耀，还能从合作伙伴的嘴里听到。一堆演员跟她搭过戏，都吵着夸她在片场那叫一个敬业。在《香蜜》里，罗云熙说杨紫是他的老师，真是把人笑得肚子疼。他跟后来的小战孩唠得差不多。杨紫简直是情绪的发动机，大家跟着他一起上戏，让合作乐得不得了。李现跟杨紫先是在《亲爱的》里搞了一段愉快的合作，5年不见再次联手《国色芳华》，他把杨紫看成行当里的闪亮钻石。他称她为现场最靠谱的 top 演员。他说到杨紫这5年一直像个铁锤一样，认真的不得了，专业的一塌糊涂，能把剧本背得像背家乡的路一样顺，能恰好的掌握每个角色说的话和心情。他从来没耽误过时间，也不提前溜走，简直是同行们的榜样。和杨紫在《沉香如屑》里一起奋斗的杨希子直言不讳，杨紫简直就是个活教材。她在那个叫《无限超越班》的综艺节目里侃侃而谈和杨紫一起拍戏的事儿，说她现场演出永不舔剧本。这可不是说杨紫对剧本没当回事儿啊，其实恰恰是相反的。杨紫在进组之前早就把台词和角色的细节熟得不能再熟了，就像在拍《青簪行》的时候，他提前好几个月就把那些专业台词背得滚瓜烂熟。在疫情那会儿，咱们花了40多天才把复杂案子的陈述搞定。在拍戏那会儿，
尽管他的台词打得飞起，但还是会听导演的话，看看对面演员咋演，再稍微改改。歇着的时候也得拿出剧本瞧瞧，看看细节有没有跑偏的。除了那些大牌明星之外，其他的基本都是打酱油的。任贤齐、倪萍、郑国林、李牧尘、韩东君等多位合作演员及剧组工作人员都称赞过他的敬业态度。他每天就像个自助餐的开门先锋，第一时间在拍摄地点等着了。剧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，还会主动帮助新人演员更好的入戏。他的做法正好印证了张小龙那位温太医曾经说的经典之语：别把张嘉宁和杨紫拿来比，就像把萝卜和西瓜放一起称重一样。有几个能像杨紫那样当面就较量的啊？深耕不辍，杨紫对演戏那份狂热，简直像挖宝一样一层层刨，哪个角色她都敢带着铲子去深入研究。她在《女心理师》里演了个心理医生，名字叫赫顿。在剧本初稿那会儿，她就像吃糖一样，反复啃了好几遍。她还亲自跑去找原创作者毕淑敏聊了聊。她这么折腾，全是为了把角色捏得漂漂亮亮的。在入组之前，杨紫特意去北师大心理系上了几堂课。她清楚心理咨询师的干活程序、行家里手的底子和面对顾客时的状况以及心情。在拍摄的时候，她对自己可没轻松，简直像个刁钻的老师，每一句话都要说得像唱歌一样的清楚的不得了。对来的人，眼神、态度、说话的方式全都把握得妥妥的，简直一个大师。他用镜头把心理咨询师的本事和暖心展现的那叫一个透彻。他饰演的赫顿让观众对心理咨询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咋就杨紫这小姑娘总能把剧给搞得火热呢？真是太神奇啦！因为她一直埋头苦练，把演技和角色搞得特别牛逼。她完全不管外面那些嘈嘈杂杂和负面评论，小心翼翼地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。白玉兰奖啊，还有那一堆奖项提名，简直就是在给她的演技竖起了一座大大的金牌。这些简直就是她演艺生涯里的一些小花边新闻吗？每一次提名，她前进道路上就会多一个里程碑，这让大家都瞧出来，她的本领让行业的人士刮目相看，纷纷点头称赞。如今，她有锦绣芳华，这姑娘继续在国色芳华的舞台上挥洒自如，把角色演得更透彻。接下来，她专注于徽墨文化的传承和女性成长，创作了部牛逼的作品家业，专门写青藏高原的环保和乡村振兴的现实作品叫《生命树》。她的演绎疆域像是被无限扩张，不断变成大而无疆的大片。从古装传奇到现实题材，从妹子的成长到时代风向标，每一部作品都是她拉皮条的结果。这股对演戏的痴迷和尊重，最终会让她在各种不同的角色中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。展望杨紫有着无限的可能性，她会给观众奉上更多棒棒的电影和电视剧，她会是影视圈里的顶梁柱，撑起一片天。她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更多年轻演员投入演艺圈，为这个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，简直就是一股清新的风啊！在各种风格的作品里乱跑，去尝试更多花里胡哨的角色。随着演艺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演技的日益精湛，